Hello，大家好，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游标卡尺的量测，然后呢，今天会介绍的呢是英制的量测方式。因为这边呢，虽然在台湾呢，我们是以公制的量测为主，但是部分的行业，或是有一些朋友呢，他想要了解英制的量测呢，该怎么去看它，或是说部分呢，有一些行业它就是需要量测到英制的尺寸。那这边呢，如果呢我们是使用电子式的，我们可能直觉可以知道，但是呢，如果我们使用一般传统的刻度的游标卡尺，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去看这个英制尺它的尺寸该怎么去读它。那今天会以这样的角度呢，入门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该怎么去了解英制量测的尺寸，该怎么观看它呢？那今天呢，会用几个辅助呢，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好像是钢尺啦，或是螺丝或是计算机等等的，来辅助各位呢来去认识跟了解怎么去观看它咯。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去认识跟了解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好的，首先呢，我们要使用游标卡尺呢来量测英制的尺寸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我们有哪一些的学习的一些须知呢？第一个呢，我们这里呢会建议各位呢，我们已经会看公制的尺寸了。因为英制的尺寸呢，这边呢我会把它归类为属于进阶类的。如果呢我们一开始呢还不会看公制的尺寸呢，建议你呢到影片底下的连结，这边会放上游标卡尺的入门篇，我们先来学习一下我们的公制尺寸该怎么去查看它，不管是本尺或是副尺的部分，怎么把我们的尺寸的刻度呢把它读出来。然后呢，如果你有兴趣或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再来观看英制的尺寸呢，要怎么去读呢？这样子呢，会对各位的学习呢，会比较有帮助的。再来呢，有一点就是，我们不管在学习公制或是英制的游标卡尺量测呢，各位千万不要使用记的，千万不要用记的，因为呢，你用记的硬把它记起来，有一天你绝对会忘记的。那我们要怎么学习呢？我们是用理解的。那理解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呢，就不太会去忘记它的。我们用理解的方式呢，会更加速我们学习的记忆，而且在学习过程我们会更轻松。我们会了解到，原来这些刻度呢是有它的一些规则存在的。那这里呢，等一下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本尺呢，我们去怎么样去查看英制的尺寸的规格咯。好的，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各位呢，我们怎么样去观看游标卡尺的英制尺寸的刻度。那这里呢，会先以本尺来做说明。本尺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游标卡尺这个地方，本尺或主尺都可以。那等一下后面的章节呢，会来介绍副尺。那本尺的部分呢，其实呢，我们在买游标卡尺的时候呢，一般呢，它都会有附说明书。那其实呢，我们这要怎么去使用，怎么去观看呢？其实说明书里面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相信90%的人呢，绝对是不会把说明书拿起来看的。那其实里面都有详细的一些解说。那没关系，如果呢你没有看过说明书，或是不想去看的那你可以看本章节的影片这里会一步一步的教各位怎么样去查看它。那这里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如果要看英制的部分呢，我们这里呢大致上会分两种尺寸。第一种呢是分母的方式，以分母的方式做表现。那这边呢，我们就是要经过一些换算。那第二种呢，就是以小数点的部分，我这边近一点，各位看一下，以小数点跟分母的方式做表示。那今天所介绍的游标卡尺呢，我这边手边上呢是小数点的，是以小数点的方式。一般英制的话呢，会在上面这里，公制会在下面。所以我们在量测，如果我们英制呢比较没有办法去知道多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看公制的副尺这边或是本尺这边呢，来大概来理解一下我们的尺寸到底大约是多大、多长、多宽等等的。那这边呢，就是游标卡尺在设计这方面呢是还蛮人性化的。不管我们的国家呢是用公制或是用英制呢，都可以很方便的来去判读它的大小。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是分母分子的话，基本上它也是以刻度。那这边呢，我以钢尺来做解说。那其实呢，它是大同小异的。那我们先来看主尺的部分。主尺的部分呢，我们一般英制最常听到的就是几分呢？1分、2分、2分半、3分等等的7分、8分像这样的一个尺寸。
那这个几分呢？如果呢你有兴趣的，也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里会有英制螺丝呢几分牙的一个入门的学习。那这边呢，等一下也会来详细的做一些解说。那这里呢，我们大致上呢，我们可以把一印级就是这个部分4到5之间呢，那这边呢，我们就会把它区分开来。那一般呢，我们都以8为单位，我们把这里呢区分为8等份。所以这里呢，一中格就是1/8，第二格2/8，2/8我们把它约分之后，就是俗称的1/4。当然这部分的计算有更详细的在英制尺寸英制螺丝的尺寸那边呢有更详细的解说，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那边做更深入的了解。那这边我们就大概带过所以一般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它分成16等份。16等份的话，我们来看这里呢，每一小格就是1/16，16/1就是俗称的半分。然后呢，一中格就是1分。所以呢，我如果中间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到中间这里呢，就是4/8的话呢，就是约分之后就是1/2，那就是俗称的细分。所以我们常听到细分嘎、细分帮意思就是0.5印记就是1/2印记这一个尺寸。那我们如果以分母分子来看，就是1/2。那如果以小数点来看呢，就是0.5。当然我们要换算公制的话，会有另外的算法。那我们大致上就可以了解到那这一部分的本尺呢，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来看这边的话，那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下，假设呢我的尺寸，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里呢，我先以细分为单位。细分的话呢，我们如果来看小数点的部分呢，细分呢它就是0.5嘛。那我们从这个本尺的部分会看到0到1呢，它有数字1到9就分成了几个等份。那这个部分代表是什么呢？代表就是 0.1、0.2、0.3 以此类推。这边呢就是把它一印记里面划分成10个中格，然后中格里面还有分小格。那这里每一小格是多少？1、2、3、4会分4小格4小格为1中格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来看出说那它这边呢就是 0.1 我们再除以4，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每一个中格是多少。那这边 0.1 再除以4，每一个中格就是 0.25 印记就是这样的一个尺寸。那这边呢，我们如果以1/2这个尺寸来看，我们把它以1/2的话，一般呢我们可以直接用算的，1/2的话就是1除以2嘛。其实很直觉是 0.5， 那我们就把它移到 0.5 的地方。0.5， 那 0.5 的话，我们如果是以分母分子的话，它就是1/2，那其实就是4/8嘛。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分母分子呢是用刻度，那这边我们来比对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能看得清楚吗？它就是8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每一小格呢是1/16的话，这里的话会有1、2、3、4、5、6、7、8个小格，那就其实呢就是1、2、3、4个中格，4个中格呢就是4/8。那4/8的话呢，约分之后就是1/2，1/2呢就是0.5印记。那0.5印记呢到底是多少？我们可以直接看这个公制的部分，就是12。12跟这边各位看一下，12跟13之间，然后呢7对齐，所以是 12.7。让我们来换算一下。这边的话，英制的话，我们来看上面这里0，然后到5，所以是 0.5，0.5 再乘以 25.4，就是 12.7，所以就是 12.7 mini，那就是 0.5 印记。
好，就是1/2印子，好，就是4/8，那就是细分呢，就是俗称的细分邦还是细分嘎。好，那这边呢，先让大家理解一下这一部分哦。再来呢，要来介绍父子的部分。那父子的部分呢，先来讲解一下关于分母分子的部分。那以分母分子的部分的话，如果是你的游标卡尺是分母分子的话，你的父子呢就会分成0到8，哦，总共有8格。那每一格是多少呢？哦，它后面其实都有标示128/1印子。128/1印子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可以大概来算一下。哦，这个最小刻度是多少？我们用计算机来算，1除以128。好，那这里乘以25.4。哦，那它的尺寸大约会落在0.19 mm。哦，那就大概是接近20条这个尺寸。好，0.2的这个最小的量测的刻度。哦，那这里呢就代表说它是128/1印记呢，每一小格。那它分成8小格呢，就代表第一格呢就是128/1。那这里呢，这里示范的是第4格对齐，那就是128/4。那这里算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要再跟这个本尺的部分呢，做相加。那本尺呢，我们就来看一般呢，它就会分成16格嘛。好，那假设这边是1的话，然后呢，它是第一格多一点，所以是1/16嘛，1又1/16，然后再来呢，我们就要加这个父子的部分，再加上这个128/4，相加之后呢，就是你量测出来的尺寸。好，那这边呢，因为它是分母分子的关系，所以我们还要做一个相加的动作，所以会比较不好计算。那这边呢，我来示范一下关于这个小数点的部分。那这里呢，给各位来看一下。好，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父子的部分。父子的部分呢，我们从最后面就会看到它最小的量测刻度，这里呢是0.001英尺。那这个呢最小是多少呢？我们这边一样来算一下，0.001，这样子乘以25.4。那它最小能量测的大概是0.025，好，那大概是2条半的一个尺寸，2.5 mm 左右，最小的那个更正0.025，0.025大概是2条半这个尺寸的部分，这也是它最小能量测的一个范围。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比较直觉可以来看。那这里呢，它一样分0到25嘛，那这里我们就是看哪一格来对齐。假设呢是第5这个对齐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假设这个第5对齐，那它呢就是我们用0.001乘以5，那它就是0.005嘛，就是0.005。好，所以我们父子看到就是这个尺寸。那本尺呢？本尺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在第几格呢？它不到1，在第1、2，第2个对齐。那刚刚说这个1小格是多少呢？如果忘记了，我们再来算一下。这里呢是0.1嘛，它分成4小格除以4，是这样。然后呢，它在第2小格，那我们再乘以2，它是0.05嘛。然后这里呢是0.005，所以它呢就是量测出来尺寸0.055，就是这样。好，那这边呢，各位可能会觉得有点混乱，没有关系，我们这个部分呢，要慢慢来，没有办法一下子呢就有办法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般呢，我们游标卡尺都是用划分的，我们看这个最大尺寸是多少，然后分成几格，然后里面再分几格，再来我们要看父子又分成几格。那这里呢，父子的最小尺寸是多少？那这里我们再来示范一个尺寸。假设呢，我是我把它拉大一点，假设是这样好了。好的，我们来看父子的部分呢，是大概是10这个地方对齐，所以呢0.001我们来乘以10，好，0.001乘以
把它乘以10，就是0.01。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负值是0.01嘛？一般呢，我们会先看本值。那这边呢，也是看各位习惯了。那一般会先看本值为主。这边呢是0.2，0.2再多一点，0.2再多个0.01嘛。好，0.2嘛，再加0.01。好，其实那我们量测出来的尺寸呢，就是0.21。0.21呢是英制的尺寸，0.21英制。那这边呢，你可能会不了解，好，那没关系，我们可以透过游标卡尺呢，一般都是公英制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公制这边大概是5点多，5点几呢？大约5.3左右。那如果呢，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也可以把它乘一下。要把它乘以25.4，就大约是5.3左右。好，那这边呢，让各位来了解一下本尺跟负尺之间的搭配运用。那等一下后面呢，我们会来实际的来量测螺丝，让各位呢可以更清楚一下，原来这个观看呢是这个回事。那这边呢，如果你还不是很了解，没关系。好，前面2个小章节我们再来慢慢去看它咯。好的，接下来呢来介绍一下直接量螺丝，让各位更清楚。这边呢，示范的是3/8的螺丝。那3/8呢，就是俗称的3分嘎。3分嘎是什么呢？3/8嘛。因为它的分母是8，所以很直接的3/8，分子是3，所以呢是3分牙，3分嘎。3分嘎就是3/8嘛。那这里呢，我们直接去量测它。好，那这里呢，一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从分母分子好了，这样各位会比较直觉。我们来看一下3分嘎嘛，那我们就是3个中格。那我们来比对一下3个中格，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好的，3个中格啊，当然我们量测会有一点误差，那这边没关系呢，让各位来了解一下。3分嘎呢是这样的。好，那3个中格呢，它就是3/8嘛，所以呢，如果是用以16来分呢，就是1、2、3、4、5、6，16/6嘛。16/6的话，我们约分就是3/8。所以3/8的尺寸呢，我们量测出来是这样。然后呢，这是分母的部分就是3/8，直觉3/8印子。那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小数点。首先呢，我们来看本尺的部分。本尺呢，我们看到它在3跟4之间。然后3的部分呢，它是第1格、第2格、第3格，比第3格再多一点，但是还不到第4格，所以它是0点多少呢？我们来算一下哦。我们刚刚说1小格是多少呢？0.1把它除以4嘛。0.025，0.025呢，它有3格，0.075嘛。然后呢，我们这边是0.3嘛，0.375。那各位先记住这个尺寸，这是我们本尺的部分，0.375。然后呢，负值呢，我们基本上呢，我们来看一下哪一格对齐那当然这边我们可能会有量测的误差先跟大家做个说明。好，来看一下哪一个来对齐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大约是这一个第7格。第7格的话是0.007。0.007印子，0.007嘛，那我们再把它加0.007。好，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量测出来的尺寸0.382印子。0.382印子呢，我们再把它乘以25.4，就是我们量测出来大约是9.7，这个 mini。那我们也可以直接看游标卡尺，这个部分它也是第9格，还没到第10格。然后哪一个对齐呢？大约9.7.02，9.7左右，也是大约在这个位置。好，让大家看一下。好，那这里呢，我们量测出来是这样。9.7嘛。那如果我们以理论值呢，理论值3/8就是3除以8乘以25.4。
9.5，那张呢，我们再看实际呢，我们在比对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误差。好，所以理论值呢，我们其实算得出来，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在量测螺丝呢，其实多少都是会有误差的。好，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有可能呢，因为这样量测呢，导致说可能我们在计算上呢，会觉得，为什么不一样？其实差别在于说我们在这一部分的一个误差。那所以音质的部分呢，一般呢，我们可能以量长度比较常见的，因为长度的误差范围呢，会比较小。那我们这样看呢，长度一般直觉呢，就是1英几嘛，这是很直觉的。那一般如果你量测比较小一点，当然我们量尺寸、量长度，它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因为长度一般都会长一点，所以相对的呢，它的误差的公差就会小一点。那如果我们量越小的呢，它的公差范围呢，量测出来我们会觉得越明显甚至说有时候我们在量尺寸公音质的尺寸呢，也有可能因为这样量测导致说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分辨公音质。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没关系呢，这里呢影片这边呢也会有商品的连结，这里会有达人工具的一些各种辅助。那这边就是为了让各位呢，因为我们工作上的需求或是 DIY 的需求虽然我们已经学会了公音质的量测方式，但是呢，我们使用游标卡尺仍然是不容易去分辨出公音质尺寸甚至长度的尺寸。那这里呢会有各种解决的方案，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那边做观看，影片底下也会放连结那这边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实际量测的状况，以及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学习完之后运用在实际的场合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游标卡尺的音质量测篇那这边呢先跟各位说一下，虽然我们刚刚都已经介绍完怎么去看本尺跟副尺，以及说怎么呢运用计算呢知道理论值怎么样呢去量测出来分母分子以及小数点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但是这边呢还是要强调呢这是没有办法勉强的。有些人他虽然呢已经花了时间来学习怎么样去看但是他可能仍然是没有办法去辨别出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看游标卡尺的刻度的一个规格尺寸怎么换算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工具是有非常多的选择其实有很多的游标卡尺呢它是有附表的，附表的可能不一定是每个人会看的。那现在呢更常见的是电子式的，电子式的话呢我们直觉把我们游标卡尺拉开，它就会显示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尺寸都帮你换算好了，所以呢这部分呢是蛮人性化的。而且呢无论是公制音质，我们可以从按钮来做切换所以这部分就是辅助说我们有一些人虽然他花的时间花了很多的一个理解的方式，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学会怎么看尺寸。那我们呢可能这方面我们就要选用电子式的游标卡尺但是呢因为电子式的嘛所以相对的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那如果这方面呢你是属于呢对于机械是有兴趣的，或是对于游标卡尺刻度这方面是有兴趣的呢，那我们不妨呢来用一下传统的游标卡尺，然后呢运用理解的方式呢来做学习跟参考那这边呢就看各位的使用以及需求呢来选用合适的游标卡尺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